家好，我是 Dislike 的制作人陈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转眼 Dislike 都要1周年了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。距离上次和大家见面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，但其实我和团队的小伙伴们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大家的反馈。看到大家的抱怨和不满时，我们也非常自责和心急，希望尽快解决大家的体验问题。同时，当看到推出的新内容和游戏调整受到大家的赞许时，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。过去的1年 ，Dislike 一共推出了15个版本，陆续有39个角色和他们的故事推出。近日，我们也上线了日语、韩语繁中版本，希望在未来能够让 Dislike 和更多的玩家见面。近半年来，我们一直在对游戏的运营节奏和内容体验进行调整。经过不断努力，截至目前，当初承诺的减负、提升角色获取体验、增强游戏乐趣的各项调整内容也陆续落地。快速讨伐、装备快速强化的加入，相信让大部分的玩家每日干度都有所降低。重做卡池、增加心愿卡池以及加入更多的免费获取角色后，我们也很开心看到大家有了更丰富的策略搭配体验。除此之外，为增强游戏乐趣，我们重做了超频战线玩法，新增了不同的 BOSS。当然，在此期间也有争议的内容出现，但也是这些批评的声音推动我们不断反思设计中的缺陷，去想办法优化功能，解决大家的体验问题。时至今日，看到大家的好评，我们真的非常开心。再次感谢大家的包容与耐心。当然，我们也将陆续听取大家的反馈，在今后的设计中为大家带来更为满意的游戏体验。最近，我们看到了在社区中大家对 Dislike 1周年的生日的期待。接下来就让我为大家预告一下，在Dislike1周岁，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怎样的内容吧。从本周起，我们将为玩家带来横跨整个5月的生日主题版本。从5月2日上线的323版本延续至5月23日上线的324版本，我们会推出全新的玩法内容、丰富的主题活动以及大家所期待的福利内容。先聊聊大家最关注的福利活动吧。从4月25日开始，我们就将进入庆典的倒数预热阶段，只需要每日登录游戏即可领取预热福利，包括黄金唱片、传说技能精灵和体力包等各种奖励。5月10日生日庆典当天，玩家登录游戏还可以获得 Dislike 生日限定头像框和10连黄金唱片的纪念奖励。我们还将推出甜蜜祝语、庆典拼图、燃音回转等庆祝活动，还会有黄金唱片、传说技能精灵、周年纪念名片等奖励等着大家。此外，大家还可以通过参与庆祝活动获得免费代行者。庆典拼图活动中，大家每日登录可以进行 Dislike 生日拼图，完成后可以任选一位指定范围内的非闪耀史诗代行者。在燃音回转活动期间，玩家可以参与活动赢取回转机会，每次回转的结果必定是一位非闪耀传说代行者。活动期间，玩家进行任意50次神格回响后，就可以在所有的回转结果中选取1名传说代行者加入自己的小队。最后，神力回溯活动也是一直以来大家呼声很高的活动。生日庆典期间，我们也会特别开放一次神力回溯的机会。在 Dislike 生日庆典的版本中，我们将迎来 Dislike 首个跨版本的大型主题活动。这里先卖个关子，让我们先从323版本的版本活动开始讲起吧。在323版本中，我们将迎来全新的版本活动——赤海的终曲。大家将结识2位来自东方的代行者优姬和大和。受到神迹的影响，他们分别获得了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的神力。在赤海的终曲活动中，玩家将通过联盟执行官唐轩的视角，登上一艘豪华游艇，揭开一桩由神秘组织乌鸦谋划的案件。在活动中，玩家可以通过唐轩的手机添加案件相关人员，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推理线索，推进案件的发展。一个小提示，请不要随便翻看唐轩的手机，里面可能有不少的八卦哟。同时，在323版本中，优姬将成为玩家可获取的代行者之一。除了版本活动之外，受到大家好评的轮回塔影活动也将在这个版本回归。在新版本中，我们会对这个活动进行全面更新。这一期轮回塔影将从323版本开始，持续4个版本，并在每次版本更新时配合当期的新角色推出新内容。让我们回到刚刚的话题，在
在赤海的中曲活动剧情中，玩家会见证幽姬目睹凋零神迹的异变，受到大型怪物神狮暴君的攻击，而击败神狮暴君则需要全服玩家的共同努力。但是神狮暴君的出现只是神迹爆发的前兆，更多可怕的异变才刚刚开始。神迹爆发的能量撕裂了时空，惊醒了沉睡在神迹空间的神迹使者们，并把他们引向现实世界，摧毁人类文明。这一事件被联盟调查员命名为神明，而这一切就引出了我们在 Dislite 新的一年推出的重磅玩法——神明异现。在324版本，我们将迎来第0季的资料片《神明异现：凋零之火》的更新。这将是一个横跨3个版本的主题活动玩法。凋零神迹内的神迹使者奇美拉将在后续版本更新中展现出他可怕的3重身躯。玩家需要坐镇曙光联盟指挥中心，派遣代行者去击败所有的神迹使者，抵抗神明危机。在主题活动周期内完成活动任务，阻挡神迹使者，获得活动排名，均可获取联盟派发的丰厚奖励。同时，传说代行者大河也会在本次神秘异现活动中与联盟达成特遣合作，玩家可以使用活动道具进行抽取，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。神秘异现活动的限定角色短期内将不会进入黄金唱片卡池。同时，我们并不希望这样的大型活动会增加玩家的游戏负担，所以在这一主题活动中，玩家推进副本进度后，角色还会继续在活动副本内进行挂机战斗。玩家每天上线就可以领取挂机奖励，挂机收获的资源道具可用于活动玩法内提升战力。之后，大家可以再次尝试推进神迹使者的副本进度。除了生日庆典的版本内容之外，相信大家一定对 Dislite 新一年的更多内容充满期待。借这个机会，我也想和大家聊一聊未来我们的一些规划。关于神秘异现活动，刚刚提到过，凋零之火只是这一玩法的先遣资料片。在未来，我们希望后续每个版本的神秘异现活动都能拥有独特的主题。我们会不断引入不同文化和神话，来丰富我们的内容多样性。同时，我们还将通过神明事件向大家讲述更多的故事。众多角色的羁绊将在神明事件中逐步被揭露出来，更多的支线故事也在活动中等待大家的发现。未来，我们还将在游戏中丰富各类可收集的内容，例如最近我们正在思考如何做英雄成就、个性化标签等功能，让玩家可以展示和分享，帮助大家在游戏中轻松交友，展示个性的自己。另外，和大家透露一下，还有一些全新的内容正在研发中，例如全新的神迹副本、新的装备套装。希望通过更多的装备选择，为大家带来更丰富的策略体验。我们还在研究更多的社交合作玩法，例如更丰富的公会玩法等等。当然，我们没有忘记荒芜之眼，我们和团队小伙伴一直在研究讨论之中，请大家耐心等待一段时间。最后，关于未来的游戏内容，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和想法，也欢迎给我们留言。为了感谢大家与我们共同走过这一年，在视频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段神秘代码。新的一年，我们期待着和大家一同在 Dislite 中创造更多的可能。